各位好，那今天我们为各位来介绍一个让各位期待很久的一个改装套件，是对应尾翼 M14 GVB 的一个一体成型的 hub 座，那这个座呢，它结合了 CNC， 还有冲压跟开模3种制成于一身的一个 hub 座，它是一体成型的。那本体就是 CNC 一体成型，那阳极喷砂以后，阳极表面处理。那因为我们有发现，它原厂做是2片合成之外，它在受力点的方面还是维持一个单边的受力状况。我们先把原厂的座拆开，让各位看一下。那原厂是只有1颗螺丝来固定这个座，是一个单边的调整轮。那调整范围并不大，各位可以看到它调整范围就大概1/2圆，调整范围就大概这样。主要是它这个钢片它是单一边受力，它是单一边受力，所以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或者是组装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是左边的压点会比较有力，右边的压点因为是悬空的所以它右边的压点会受力比较不平均，而导致我们在怎么微调的状况之下呢，它弹道总是会比较偏一边。这是原厂比较令人诟病的地方。还有它原厂2片结合，它只靠一只这么小的螺丝来固定所以它在涉及在那么强大的振动之下呢，它比较容易让内管产生松动的一个情形。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东西。它是采一体成型的。一体成型的。那钢片呢？主要是这个钢片。我们现在钢片是采2边一个猫字形的一个结构，2边平均受力垂直的下压，看得很清楚。那调整轮的调整范围呢，也是从最外圈到最里圈，它的范围就比较大，而且微调的范围也比较宽广，让各位在微调的时候可以调出更精准、更适合自己的一个弹道。那一样，我们在中间这调整的这个呢，还是采一个内6角的一个1.5内6角的一个螺丝把手来做调整。调整的方式与原厂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它2边都会有沟槽，这边也有，这边也有。那这个轮子就是采2边都勾住的，垂直下压，2边受力平均。那我们在出厂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钢片都会先组装好，组装好以后呢，如果各位没有必要的话，建议不要去拆开。如果你把它拆开以后，你各个钢片要放进去，要有一点点小技巧才放得进去，所以不建议各位去把它拆开。那在调整的时候，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小欧环，不好，这里有一条小欧环，它是做一个防滑动的一个小欧环。让各位在调整的时候不会因为涉及震动而产生我所调的那个范围又跑掉了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会做一个小欧环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座先把它组装起来需要2边穿进去，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原厂这里会把这个部分给装好那各位回去的话，
非常建议各位不要去拆开这个小盖子，因为拆了以后呢，要装回去不是不行，可能会需要一点技巧，而且会浪费各位一些时间啊。那所以不建议各位把这个盖子拆开啊，因为我们在这个螺丝上面会上一点螺丝胶，确保它的紧实。这个做这样就组装好了，它一样可以维持原厂的下压调整。啊，那我们来装一支短的内管啊，来让各位看看它调整的范围，还有它组装的方式。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支比较短的内管啊，来装给各位看。啊，那一样我们把胶皮就这样子按照正常程序把它组装进去以后，我们把左边的这个肋条切掉。啊，那一样是由后面往前推，我们先把它放松，放到它成一个圆形，然后由后面往前推。推进来以后，这个螺丝固定孔会对齐内管的卡槽，这个卡槽。我们找到这个卡槽以后呢，稍微我们会附上2个基米螺丝，那建议在上基米螺丝的时候，我们上一点螺丝胶，让它干了以后设计不会滑动。我们先轻轻的带上，先不要锁紧，轻轻的带上，可以微调左右，为原则。那我们等一下校正完了以后，我们再稍微把它锁紧卡住就可以了。不要锁紧。那可以左右微调为原则。那我们在拆开 M14的步骤上面，我们就稍微简略，我们就用这个那我们内管的外管枪膛座那我们内管是势必要从这个零件装进去装以后我们来做一些调整看它的有没有在中间。当它有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再把固定螺丝稍微卡住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有上螺丝胶，所以我们卡住就可以了。它螺丝胶干了以后呢，它就不会滑动。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透过镜头呢，让各位看看它调整的范围。好，我们先把后边全部放松。好，我们把它放松。那放到最松的时候，它也跑不出来。它这里已经被这个膛座给挡住了，所以它放到最松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再继续转。好，那开到最紧，它也转不进去。它就是一圈，大概1圈左右的一个距离。好，来，现在后 up 是全放的一个状态，是全放。好，那我们现在慢慢开 up。然后我们再放掉。那各位可以看到它调整的范围非常的宽广，非常的宽广。那我们在这一组套件上面，我们还是建议各位使用0.36以上的比例弹，毕竟它是一把后坐力非常强大的一个7龙步枪那它在组装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各位，你有 DIY 的能力的时候，再来购买这组套件。那它在这里有一个部分呢，必须要请各位非常的注意，这可能要让各位稍微修一下，这个我们原厂也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问题那我们在组装这一把枪的时候，这是它的枪基座。我们在装这个时候，我们在
组装原厂 Hop 做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单边调整，所以它的调整门比较窄。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是单边的调整，所以它的调整门非常的窄。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双边调整，所以它必须是两边都要有过槽，所以我们的调整门比较宽。那在8号零件的时候，8号这个零件，它有一个小地方，它会去卡到这个调整门，我们必须要做一小部分的一个 DIY 的一个修改。我先组装原厂 Hop 做给各位看。那我们装这样，这是原厂的8号零件。这是原厂的8号零件。那这个就是闪调整的问题。各位可以看到，它调整门就这么窄，所以它在原厂8号零件这个部分呢，它做的非常的小，做的非常的小，而且这边的空间也非常的窄。那我们在组装我们这个 Hop 做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这样子装。我用原厂这个零件第8号零件来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在这个地方呢会被调整的卡住。所以我们在这个8号零件这里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修整，它才有办法去组装这个套件。各位看出来吗？这边是已经修整好了，必须要把这个原来卡住调整门的这个地方呢，按照这两边延伸下来修掉，打出一个斜角。那打出一个斜角，它就可以去很轻松的去闪过这个调整门。它就可以闪过这个调整，闪过这个调整了以后，我们才可以去做一个正常的一个调整。这是这个套件必须要有 DIY 能力的朋友，或者是您请专业的店家帮你做一个小小的处理它这个处理的难度也不是很高了，非常的低，只是在这里做一个倒角跟斜面，就按照原来的这个斜面把它扩大，把调整的这个东西扩大，就这样而已它不是一个难度不是很高的一个工程我相信各位都可以去很轻松的去达到这个 DIY 的一个部分那它如果我们修整好了以后，我们再按照原程序再把整把箱装回去那它在调整的上面呢就会非常的轻松它一样在原来的位置，因为也没有其他位置可以去做任何改变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做一个 TDC 的一个变化这会可能会破坏外观那各位可以看到它在调整的上面非常的紧实紧实不松动。我相信各位都可以很轻松的去达成您心中的一把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经典的一个狙击枪那以上就是为各位介绍的 TNT 为 WE-M14GBB 所推出的一个一体成型的一个 Hop 座谢谢各位。